自己的道路吧。我觉得找自己的道路这件事情可能非常重要。然后这个话题聊的也蛮多了。第三个主题是想聊一下婚恋观这个事情。然后婚恋观的话，先聊爱情吧，就是你怎么去理解爱情？你觉得爱情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觉得爱情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感情，就是它可能有几个阶段，最开始可能就是一种最原始的心动。你说的原始的心动是指的生理上的心动吗？生理上和什么叫生理上的心动？心理上就是生理上的呀，都有吧，就生理上和心理上。就比如说你高中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女生，就有一种心怦怦跳的感觉。没有，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可能是爱情的最初始的阶段。就是这是生理驱动的吗？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心理驱动的。你比如说，你觉得不一定说心怦怦跳是因为这个女生，一定是因为对方好看吗？不一定是因为这个女生太漂亮，所以你看着她怦然心动，也有可能是怦然心动到底我们也有可能是你看到她觉得她很优秀，很吸引你。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它能够拆解成一个，它能说得清楚吗？我觉得说不太清楚，它可能就是一种感受。行，你继续。我觉得这是爱情的最初始的阶段，这是我理解的爱情。嗯然后进一步阶段之后，你们就会可能开始交往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产生一种稳定的关系和连接。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感情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都会被消磨掉，甚至转换不到下一个阶段。为什么会被消磨掉？因为我刚刚说的第一阶段那种怦然心动是带有距离和大概率是带有那种滤镜的，因为距离产生了滤镜。对，大概率是产生因为有滤镜。是的。然后如果你长期跟一个人在一起，你之前带滤镜的看他的时候是没有看到他的缺点或者什么。对啊，因为大部分人的缺点没有那么显而易见的放在台面上，对，没有你要足够了解。但是你如果近距离长期跟他相处，你可能会看到很多滤镜下就是滤过的那种问题。对，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可能觉得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就你觉得原来不是这样的，或者说有些反差。对，然后慢慢的可能如果两个人磨合的不好，对，就慢慢可能就消磨，然后就 break up 就分手了。可能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多数就是爱情的过程。可能真正能走到最后的爱情可能还是少数，因为你想一个人可能一生中会谈几次恋爱，10次甚至10次恋爱，那可能最后他也就跟最后一个人走到最后，那前面9次就不都是没有走到。那你觉得能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继续走下去有很多吧，就是你继续走下去，其实你不只能是靠那种原始的心动了，你要能够接受他。当你认识到他的缺点之后，你接受他，你觉得你仍然爱他，其实也不能用爱，因为爱有点循环论证。我们在说什么是爱情？对，你认识他的缺点之后，你仍然觉得他的优点是值得的，不只是值得，仍然是没有办法被缺点掩盖，并且仍然光芒万丈，仍然非常吸引你。然后这是第2个阶段，第3个阶段就是过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们需要建立亲密关系，可能会像家人一样相处。就是到这个阶段，你甚至会到了，就是无论这个人身上有什么缺点，你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就像你不会觉得如果你有兄弟，他就可能再不好，或者再有什么，你也会仍然爱他吧？你就不会觉得你也会希望他好，你也不会说这个人就跟我不相关，我跟他老死不相往来。就第3个阶段可能到这种亲密关系。然后这种亲密关系的状态可能就是世人所理解的那种婚姻的那种关系的状态。但这世界上也有很多不幸的婚姻，确实非常多。我觉得不幸的婚姻应该比幸福的婚姻多很多。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也可能觉得人可能最后都是自私的吧。你如果想要达到这种程度的婚姻和这种亲密关系，你实际上可能是很多时候都要把对方的感受放到你自己前面。可以理解了吗？
爱的本质就是剥离了自私，或者超越了自私。我觉得是的，是的。如果你不能超越自私，你最终都只会更爱自己，然后你就电话。行，你先接。这可能是一个诈骗，我挂了，管他。就可能最终你可能，如果你没有就是说超越这种自私，你最终都会因为某件事情，你觉得让自己的感受很难受，你就不想再去顾及别人的感受。我上周这周在读一本书叫《爱的艺术》，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本书。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哎，他觉得一个错误的爱情的理解是说 ，I love you because I need you， 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他作者所认为的一个正确的这种爱的观念，这个爱不一定要是爱情嘛，是 I need you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就是你看啊，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说，哎，这个人就你说自私，对不对？就是自私也就意味着，哎，这个人给我带来什么东西，他身上有我想得到的东西，所以我爱他。当我得不到的时候，或者说他让我失去的东西比我得到的更多的时候，我就不爱他了。可能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缺点这个事情，对吧？缺点就像一个减分，优点就是加分。那你有减分加分，一旦它出现负值了，那就是你结束的理由了嘛，对不对？但是可能爱就是说，就好像比如说你说爱，就又可以回到 cosplay 这个事情，你爱 cosplay 这件事情，你再累，你花时间精力去做，你还是想做，你觉得哎今天很有意思，我下次还要做，他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我觉得那个可能也就是爱，因为爱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就是只看到了爱情，但是亲情、友情，甚至还有对事情的爱，还有对世界的爱，对吧？你走在一个，比如说，哎，樱花开了，你走在樱花下面去看樱花，你觉得樱花好美啊。你如果很爱这个樱花，你不会去想，哎，我把它折下来放在我家，是吧？或者你不会想说，哎，我去摇一摇那个樱花树，把它都摇下来，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学的一件事情是如何去爱。爱情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类，但是因为爱情里面掺杂了很多生理的因素，而生理又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就淹没了我们对爱这件事情本身的思考。这有时候这可能是我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这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因为爱我们才活着。就是如果你没有爱你，这种观点，如果你没有爱你活着是很没有意思的，甚至是没有意义。我现在是认同这句话。对，因为像你刚刚说，这个爱是一个很广义的事情，你可能是对人的爱，是对事物的爱。如果你没有这种爱，你确实活着就没什么意义。我以前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功利主义的想法，我是觉得只要我足够的优秀跟强大，所以我想得到的东西，包括亲情、友情、爱情，我都能得到。这是我以前的一个想法，但我现在不这么想。其实我以前也不是很理解，就是说，就是很多动漫里面、日漫里面都会热血番都会就是大谈爱呀、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你必须要被人爱过，以及你爱过别人以后，你才会有这种理解。因为如果你只是被人爱，但你没有爱过别人，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如果你只是爱别人，但没有人爱过你，你也没有办法理解。我觉得可能就是人可能真的要同时把这两件事情都经历过，才会觉得说爱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意义着多大。对，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我从小到大，我觉得在长大过程中，这个话题被谈的很少，更多被谈的是优秀、杰出、成功这些东西。我从小到大说其实也很少谈论这些。我觉得无论是你是跟家庭还是跟朋友，我其实中国人不太会谈爱这个词，其实广义上来说，是不是吧？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多数都是含蓄的，就是有什么感受都会放在心里，不会。但我现在认为这是一个，但是现在就像你会，如果你就像在我们的环境下，你会比如说跟你爸妈会很
直接不会啊说我爱你妈，我爱你爸，不会吧？不会。对吧？很少。但其实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也觉得是。有时候我们是这样有时候在我们的一个在某些情况下的一个语境下，去把它说出来，甚至会让人觉得是浮夸的表现，或者说用一些贬义词来形容这个人油腔滑调、油嘴滑舌。当然啊，一个人说爱的时候，他也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爱，但是我觉得起码你起码先要能够容忍这件事情存在的。对吧？赞就是对方真心或假意，这个再说吧。我觉得，对对，就好像对别人的表扬一样，你觉得你一个朋友很不错，很欣赏他。我以前是一个不喜欢表扬别人的人，即使我在内心对这个人是欣赏的，也不会表扬。但我现在觉得，你为什么不能说出来？你为什么不能坦诚的，就是不带有目的的去把你对对方的欣赏讲出来？对。然后这个话题下面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你如何去理解婚姻啊？我觉得婚姻是一个，我跟我女朋友讨论过无数次婚姻这个东西的本质，最后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答案。没关系，我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没关系，我想听一下正方跟反方的。其实我们也不是，就是说每次也不是抱着说服对方的想法，就是交流，学术交流，就是交流。但是交流之后，我发现，哎，你说的好像确实有道理啊。但是我怎么觉得其实我的也有道理，就是好像你都说出来我听听，我看我更倾向哪个。就比如说，你能不能回答，就是婚姻的本质是什么？你说我现在对婚姻的本质的理解，我想看看你怎么想。首先，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就是我理解，就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管是首先是生理上的需求，其次可能是心理上的需求，还有这种客观意义上的需求。比如说你生病了，你如果一个人，你会很孤独或者干嘛？就是所有这些客观的东西，它促使了，而且是一个非常很强大的动力，促使一个人走入婚姻。这是一个。那么，但是对我来讲，或者至少对此时此刻的我来讲，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是以这些原因而驱动我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个东西。我能接受我不谈恋爱、不结婚、是不生小孩。我现在的我能接受这件事情，但我不接受的是没有爱这个前提的基础之下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人的生活中已经有很多你不是因为爱而做的事情，比如说你不一定爱你的工作，但你需要工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对婚姻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在我可能20岁的时候，我想到婚姻这件事情，我是怎么想的？我是想我要先把这件事情做完，那件事情做完，我要把这个准备好，我要把那个做好。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想读博士，我会说我博士毕业之前。我不要结婚，我会想说，哎，我在比如说上海或者某个城市买房之前，我不要结婚或者干嘛，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没有资格去谈结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它是有很大的责任。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我觉得婚姻就是一件，就有点像，哎，我说哎，然后我说哎，那个那个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然后你说好呀，我们去吃饭。然后对我来讲，那我就去吃，我不要说，哎，今天天气不好，等天气好了再吃，我不要这样，就是我现在就是不是，就是我也想做这件事情，对方也想做这件事情，那我会说行，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去领证，没有关系。你看就是变化超大，对吧？第三点就是我觉得婚姻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承诺或者一个宣誓，就是说，比方说。两个人你侬我侬的时候，都会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也相信大家是真心实意的对对方许诺一辈子，对吧？所以以后要在一起这样子干嘛的？但是如果你都没有勇气向世界去宣布，因为婚姻才是一个合法的宣布，对吧？因为你要结束这个承诺，你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然后你甘愿把这个
你说把它镣铐也好，枷锁也好，把它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 commitment。我觉得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比如说破釜沉舟或者背水一战，就是说我先把我的锅都砸了，我的船都沉了，然后再跟去打这个仗，这样子可能没有什么实际的，对吧？但是它意味着这个人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说我就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决定的一个外在化嘛，因为我说我怎么样，我怎么说都行 ，OK，对不对？我可能跟你打仗之前我说什么誓死干嘛的，一打我可能就投降了或跑了，对吧？所以总结来讲，我理解的婚姻就是，我现在理解婚姻，第一就是爱是它的前提，第二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所谓的合适的结婚时候，就是我也想做这件事情，对方也想做这件事情，这也不违反第三个人的，也不伤害到第三个人的利益，那就去做了，不要等什么来日方长，没有来日，人类只有现在此时此刻。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婚姻这件事情，你说它是枷锁也好，或者你说它是一个围城也好，我觉得当我要做出一个承诺的时候，它就是我愿意为了去付出这个承诺的一个我所展示出来的筹码和代价。对，就是我要跟你决一死战。什么叫决一死战？就是我把我退路都斩尽了，然后我再跟你决一死战。就是最后也许我还是打输，那我在跟你打之前我就接受这个结局，就是相当于说没有人能保证不离婚，但是我表示至少在那时刻，我愿意去接受可能离婚的代价。OK，大概就是我现在对婚姻的想法。OK，我跟我女朋友讨论的核心是我们首先达成了共识，就是婚姻是一个契约，婚姻是一份契约，OK，然后我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就是说就是爱情真的是需要这份契约吗？就是如果说你两个人因为相爱进入如果两个人相爱，但是没有婚姻这份契约，就是会对你的爱情产生什么别的影响吗？或者说你两个人相爱，然后签下这份契约之后，然后你结婚之后，你还是有可能会不爱，对但是因为有这份契约存在，可能对你们的伤害还是会很大，就是对，因为有婚姻这个东西，嗯，这个契约存在，最后你们如果不爱了，两个人还要是因为这份契约，就是强行让自己就是维系这段关系吗？那就离婚吧，但是离婚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一是成本很，二是如果你们有孩子了，你们离婚就是一件很不那啥的事，可能就是对孩子不好，说对双方家庭，因为你已经结婚了，你们双方家庭也已经耦合，就是对双方家庭伤害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没错。所以我们讨论的核心就是婚姻是一个必需品，或者说它是一个爱情。首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必需品。对，就如果两个人是相爱的，那为什么一定要有婚姻这份契约呢？对我来讲，如果婚姻这份契约只是为了保证下限的话，那你如果两个人都既然已经不爱了，那为什么又要保证这份下限？对我来讲，就是首先第一，我觉得它的确是一个契约，对，就像你讲的共识是。第二就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它跟就是不是说必须要有契约，它才能证明它是爱的。刚刚那一连串问题都是我女朋友问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我的思想其实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我还是倾向于最后还是要结婚或者。对我来讲的话，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此时此刻我想跟这个人结婚，这个人也想跟我结婚，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去领证，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因为有一句话叫长远来看，人都是要死的。但是问题就是，问题是就是说，今天这个人想跟你结婚，非常感性的，这个人想跟你结婚，就是你为什么会产生结婚的冲动呢？就是你是会联系到我今天超级爱这个人，我表达出来的方式就是我今天要跟你结婚。比如说你比如说你有时候就是你就想抱这个人，拥抱这个人，想亲吻这个人，那也不代表背后的想跟他结婚。我只是用这个事情来做一个类比，就是说就是其实人做的很多的事情啊，我当然能有很多的一些背后的，比如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契约，它是一个承诺，它是一个排他的一个，但是我现在更倾向于在此时此刻，我问我的本心，
我的本心跟我讲，我就想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去做这件事情。对方问对方的本心也想做这件事情，那就去做这件事情吧。就是我现在对于这种事情反而是不去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或者说我换一个比方来说，如果现在我对面的这个女生，如果有一天她跟我讲她跟别人结婚了，我是什么感受？那个时候可能我就会知道我的答案。理解。如果说你的感受是说，有一天你知道那个人结婚了，然后你的感受是说，如果有一个时光机，你愿意回到过去，回到你还有机会去 marry 那个人的时候，你愿意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所谓的这些成功，对吧？或者你所得到的东西，就去为了去进那个围城，那你内心的答案就很清楚。我没有说那个时候你去跟那个人结婚，你将来就一定什么白头偕老。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就在此时此刻，你能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也想做那件事情，而且对方也想做那件事情，你没有做，将来当然你结婚了可能也会后悔，但是没有做，我觉得没有做的事情后悔比这个事情做失败了后悔更大，这是我的感受。活在当下，对，在乎当下的感受。不去想，因为如果不在乎我现在当下的感受，明天的我可能会一辈子都悔恨。理解。我并不是说我现在的在乎当下的感受就会让我做正确的决策，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谁有资格来教我什么叫正确，哪些错误？我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为此付出代价。对，如果说我为我的代价而后悔了，说明我没那么想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好比说，哎，你去跟你的同学吃个饭，然后因此你没有做某件事情，然后你说，哎呀，我今天不应该跟那个同学吃饭，不然我就干嘛，那就说明你没有这么想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对，就是我和我女朋友讨论这件事情的还有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其实我们会讨论婚姻就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就是因为她作为女生，她对于婚姻的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她看到的婚姻不幸的现象太多，或者说是现在舆论宣传对于就是造成对女性对恐婚的这些。我觉得男生女生都挺恐婚的。印象什么，就是他会觉得就是婚姻带来的是责任，婚姻带来的是很多这些责任跟枷锁有时候是同义词。对，他就是婚姻带来的是责任，就这方面事情就会让他产生很多恐惧。就是他会觉得他觉得婚姻是一件就是结婚这件事情，他到现在他都没有明白给他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结婚并不能结婚并不能保证我们两个人永远相爱，并不能。如果结婚不能保证我们两个人永远相爱，那结婚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一下把我问愣了，我说对我来讲不知道结婚的意义是什么。对我来讲没有意义。对我来讲，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没有意义的。唯一至少对我来讲，我的本心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想做这件事情，对方也想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去做了。比方说对方有犹豫，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挺好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结婚是依靠冲动的行为。我现在是吧？不光是结婚，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就是需要靠我想做这件事情来做去。就比如说，你说 cosplay 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我问你，因为你想 cosplay。你打游戏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你想打游戏。你在那地方看樱花的意义是什么？你想看樱花。你这个时候想拥抱这个人一下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想拥抱他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回过去看我以前的一些经历，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一定要给所有的事情安上一个意义。如果一个事情我觉得有意义，我就去做，即使我觉得我不想做。
一件事情我想做，我觉得他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就不做。我靠，没有时机成熟这件事情。OK，就是我理解你说这些事情了，就是比如说你想结婚，你就去做，而不去考虑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对，是什么东西导致你会想结婚？那只有我的心能给我这个答案。它背后还是有一个就是一个正反馈或者一个。那好比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人呢？就是我女朋友她的想法是什么东西会导致她想结婚呢？她没有找到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那就说明她此时她的心还没有给这件事情一的答案是是。对，那这个就很简单。比方说，就好比说，这个可能就比如说我的婚恋观也是，比如说如果我跟一个女生说我喜欢你，但这个女生说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做朋友，我就不会再第二次问这个女生。即使我的很多朋友跟我说不，你应该去追女生或者干嘛，女生会心软，但是那不是喜欢。就同样的，我跟一个女生说，假如我想跟一个女生结婚，或者说我不想跟一个人结婚，不重要了，就是对不对？好比说一个女生不喜欢你，她为什么不喜欢你？我觉得不重要。然后同样的，你女朋友喜欢你这件事情，她因为什么喜欢你？你问，哎，你去问她，我不知道，你们也许会有这样的交流。你问她，哎，你喜欢我什么？她能给你，也许她能给你列出很多理由，1、2、3、4。但是那不重要，重要是这个结果。因为找一个人满足他列出了所有这些优点的人，找这样的一个人过来，是不是代表他就会喜欢那个人呢？他不是这样子，对吧？同样结婚也是，比如说我要跟这个人，假设我突然碰到一个人，或者别人碰到我觉得我很适合结婚，他能列出100条或者干嘛的，那是理由，不是想还是不想。好吧，你现在这个说法我很接受，但是确实你现在也太感性了吧？你这是纯感性动物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我现在就是我要不要做一件事情是感性的，但怎么做是理性的。对吧？就比如说我想写小说，那这是一个感性的想法。你说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呢？没有意义，就是我想做这件事情，就我的心跟我讲，我想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的理性会说行，我来帮你安排一下，我怎么做这件事情啊？我要设计情节，你懂吗？对吧？你女朋友她的心跟她说我想 cosplay，然后她的理性就会跟她说，哎，你需要先买这个东西，你需要买那个东西，你要找人化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人的思维受他的经历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很赞同这个说法。其实我现在也慢慢变成一个感性驱动的人，比理性占很大比例。因为我觉得人确实就应该这样，你只有这样，你如果只有这样靠感性驱动，你才是一个重视自己感受的人，而不是就是说受一些外界影响。所以就回到了你人生的，对你来讲，人生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理性，比如说你好就这么说，当你要去世的时候，你发现你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你是不是就会觉得你这一生过得值得了？是这样吗？知道也对吧？当我们去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会这样讲，但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做，我也是。但至少我希望我自己不要忘记这一点，就是当我要去世的时候，我会为什么事情遗憾？当我知道我为什么事情遗憾，我并且感受到那种遗憾的痛苦的时候，我可能就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真正想要，但是我们一直假装它不存在。对，赞同。行，最后一个这个话题下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比如说你对于单身的朋友有什么建议啊？我有啥建议？我也就谈过一段恋。哇，你作为一个资深的，对吧？你虽然谈了一次，但你一次谈了很久，对不对？还包括异地这个，其实因为异地这个话题我也特别想聊的，但是这个话题就不继续展开了吧，就简单的对。建议你是说是？就什么都行。我觉得你单身的状态，你不要抗拒，或者说抗拒去跟异性接触。我觉得你要多跟异性接触，但是你不是说一定要抱着跟他处成女朋友或者什么，你可能就是当正常的朋友之间来处理。
可能你，但是有很多单身的朋友，他是单身，他是因为他生活圈子一个女性朋友都没有，他就是不跟女生不一定要是女性啊，也有可能是她是一个女生，但她圈子里没有男生，反过来也一样。反过来一样，我就是先以这个为例嘛，就比如说你嘛，你是一个单身的我的一个朋友嘛，就是对你的建议就是说，这个朋友是你自己吗？就是你，因为我看到了有很多我的朋友，男生他是不跟女生去交朋友或者说话，可能他只是我在很长时间也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是你不用就是刻意就是说避开跟女生，但是有些男生是因为害怕或者说觉得就有一种可能是比较内向的人就害怕不知道怎么跟女生相处。其实女生反过来也一样。对，我觉得反过来一样，就是首先你要知道你要去跟他接触，你才知道怎么跟异性相处。我现在的感受是啊，我发现跟男生打交道是一样的。对，然后你学会跟异性打交道之后，你就男生女生朋友你都把他视为朋友，就先开始正常相处。然后，当然如果这之中你有碰到合适的人，让你心动的人，你也不妨大胆表达你的意思。如果他也对你就是感兴趣的话，说不定你们就是一段佳缘。但是没有的话也没关系，那就享受你的单身生活。我觉得单身生活是很好，就是不用因为周边的人都在脱单啊或者什么，你就觉得很焦虑或者什么。实际上，单身生活其实是很好，我觉得很自由，就是不是说你的在两性关系上自由，我是说在你的整个生活方面或者说其他方面你都是很自由。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等来你的缘分，那你就享受你现在的生活就好。跟找工作的理念类似吗？没有来工作就享受自己的生活是吧？对啊，也类似。我跟你不确实说了嘛，也类似对吧？我之前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我写小说，我一天能写一章，写个3000字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就是一个星期可能写几章。确实也是一样的。你现在是找到工作，但是你没有之前自由了。对，但是你想，当你现在处于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有情绪上的焦虑，对吗？即使道理你能懂，是不是？当然，但是只能说你能够明白这一点道理的话，你多少在你很焦虑的时候，你能通过这样去想，能够开导一点你自己。如果你如果有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不会在自己很焦虑的时候不会把这方面。所以人需要朋友啊，对吧？像这样的良师益友来给我一些。因为当你比如说你处在找工作很焦虑的阶段的时候，如果你比如说没有人开导你，或者说你不会往这方面想的话，你可能整个人就会状态会一直沉浸在这里面。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虽然说，其实你现在没找到工作啊，那你现在只要把你生活过得充实，你现在趁你没工作之前，你生活是自由的，你趁你是自由，你去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让你自己开心的事情，每天花1-2个小时。那当然这也是很多已经工作的人已经很羡慕的事情。如果有很多人跟你说这些事情的话，你并且能够理解他，我觉得对你的整个人的状态的提升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同意你的意思。对你，因为你一个人如果就是去做这件事，你很可能会陷入到这种坏的情绪当中，你看不到好的那一面。就哪怕是你现在陷入自己哪怕思维的哪怕是你现在就是在，哪怕就是你现在是在什么呢？是在每天在找工作的状态，很焦虑的状态。实际上，在常理意义上，可能对别人来说是一件很煎熬的事情。但是，乐观的说，你换一种思路，其实你现在也过得也挺幸福的，对吧？你像我现在是找工作，但是我没有什么课，也没有工作压力，每天一个人时间非常自由，我想怎么安排怎么安排。所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好多人都羡慕这种生活状态。是啊，所以其实你知道我现在我觉得我人生重要的就3件事情，第一就是爱自己，就是保持生理和心理上的健康。第二件事情就是爱人，就是爱那些我爱而且爱我的人，这就涵盖了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东西。第三个我觉得就是爱这个世界吧，爱我所做的事情，做我爱的事情。对吧？你比如说你有份工作，对吧？你喜欢做它，然后它又能带来的收入未必很多，但是它能够养活你自己跟你的家人，我觉得就够了。
不要小看爱的羁绊。哪方面的？我刚刚说的是一句就是日版台词嘛，经啊常有的那种，就是不要小看爱的羁绊，看怎么混蛋，理，不要小看爱的羁绊。看怎么解释这个羁绊这两个字，看怎么解释，它既可以理解成一种责任，就是因为有这个羁绊，所以你能产生更大的力量，也有可能理解为一种就是但这个语境下应该更多是一个正面的解释。行，然后我们下一个主题吧。下一个主题是关于那个AI。然后对吧？我们都学计算机的，我觉得这个话题是一个很